粉圈笑话真是无时不在。还6应援几家粉丝占位置，谭健次粉丝和丁程鑫粉丝因为占位置的事情互撕起来了，有人受伤进医院了，闹到线下报警，线上升堂。两边都说自家有床，然后床塌了，把下面的丁程鑫粉丝砸伤了。双方都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第一次知道追星和床扯上关系，第一次看到应援带床，也是让人蛮震惊的。丁程鑫家说谭健次家雇了壮汉占位子，丁程鑫家粉丝本来躺在自己床上，谭斯为了抢占空地一拥而上，把自己的床架在丁斯床上，并且让多人躺到了床上，导致丁斯的床塌了，粉丝受伤。将女孩弄伤后，谭斯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考虑女孩伤势，而是着急撇清关系，自己录视频自证自己清白，强调是意外，还故意引导让大家觉得是女生钻床底。谭健次家说是丁程鑫家故意碰瓷，丁家受伤的小女孩的床是他的，是躺在谭斯应援站位的弹簧床底睡觉，小女孩被压在下面就受伤了，而且自己第一时间就照顾护送伤者了，还垫付了医药费，也配合警方调查，还拿出了视频证据，而且说娄斯线下搞事是惯犯了。丁斯自己线下报的警，却不敢出场应答，虚假陈述，不敢对质，浪费警力。折腾了一晚上，除了小作文什么都没拿出来。总结一下，就是丁程鑫家说谭健次家雇壮汉打人，女生受伤是因为躺在自己的床上，然后上面又被放了一个床。谭健次家说丁程鑫家女生钻床底，女生受伤是因为躺到了一个床的床底下，没被发现。但不管是丁粉说谭粉雇壮汉打人，还是谭粉说丁粉钻床底，都是拿着小作文，然后大面积铺开，甚至写文的可能并不在现场，只是听别人描述了这个事情，然后网上的人再根据非当事人的小作文去猜测，又传这个猜测，还有双方黑粉钻群底，事情就发展的越来越离谱。看视频根本没网上说的那么剑拔弩张，感觉确实是个意外，双方都挺冷静的。应该是本来是正常站位，丁粉床塌了之后和谭斯床有一点点重合部分，他干脆直接躺自己塌了的床上休息。晚上黑灯瞎火的谭斯回来之后，也不知道他躺在床下重合部分睡觉，几个人一起坐谭斯自己床上聊天，突然床塌了才发现底下有个人，也第一时间打120送去医院了。今天这个瓜吃的属实迷茫了，离谱中带着好笑，好笑中又带着悲哀。这个瓜最迷惑的一点就是饭圈打架为什么会涉及床，没想到竟然被科普了应援是要搬着床睡大街的。追星女能不能对自己好点？这天气在户外睡觉不会感冒吗？给别人当粉丝都要这样糟践自己的吗？应援这种事真的毫无意义。更离谱的是还留下周才录呢，这周就开始站位了。谭家10号就有人去坐小板凳了，已经站了2周。追星族为了应援夜间滞留大街2星期已成常态，大半夜粉丝睡在路边站位，天天轮流睡大街，还睡了几个晚上。1个月3000的女粉丝T208占位置比台面，图啥啊？提前2周站位，还都是女生，多大年纪？家里是一点不管，夜不归宿，留宿街头，而且广电那儿就在高速马路边上，真的是睡大街，车来车往都能看到。有没有想过自己家人为了不相干的人，不是受伤就是惹事，值得吗？出了事还要让家人担心，那个什么应援有什么用？对方可是208啊，需要普通人去操心撑场面吗？这种行为是真不理解，没搞懂这种无聊的互撕意义是啥？什么乱七八糟的攀比心，比位置，比占地面积，比台场的，还得轮班到站位，纯属闲的。而近年来208翻车的人不在少数，并且在机场耍大牌的208也有很多。而这次谭健次的操作惹怒了粉丝，对方直接来了个脱粉回踩。据粉丝说，他是在杭州飞丽江的航班上偶遇谭健次的，他和谭健次还有一个站姐，几个路人都是公务舱。因为站姐在坐上了公务舱摆渡车后，还在拍谭健次，就引来了谭健次身边工作人员的斥责，指责站姐下车拍，上车还拍。当然，可能是因为当时站姐已经买票跟到摆渡车上了，所以工作人员才出声制止。但是这和旁边啥也没干的粉丝博主和路人有什么关系？据这位博主描述，之后谭健次不知道和助理说了什么，他和已经上车的4位公务舱乘客就被请下了属于公务舱的摆渡车，要他们去坐经济舱的摆渡车。当时这位博主也是好说话，就下车去坐了经济舱的摆渡车，但回去越想越觉得不对。
博主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一名正常购买了公务舱机票的普通人，就应该享受公务舱的待遇。凭什么谭健次作为一个明星，因为被站姐拍到就要搞特权，把其他那些正常消费的公务舱乘客都赶到经济舱的摆渡车？这位博主也说了，如果谭健次觉得那位拿着相机的站姐让他不舒服了，可以单独和站姐沟通，没必要连带一车人全都要赶走吧。如果谭健次作为明星有顾虑，不想和普通人一辆摆渡车，也可以提前和机场协调，找一辆专属摆渡车，没必要公务舱的乘客都坐上摆渡车了，又把人都赶到经济舱的摆渡车上吧。而且据博主透露，谭健次还让坐经济舱的工作人员上了那辆本属于公务舱乘客的摆渡车，疑似搞特权。博主还三问谭健次：“你作为明星，是否有权利随意剥夺别人的权益？如果我不是明星，我是否能让其他7个人滚去坐经济舱摆渡车？你们能让我们去经济舱摆渡车，是否是滥用了自己的明星身份？”看上去十分激动和不满。网友对博主的爆料也做出了总结，认为谭健次疑似小牌大耍，滥用明星特权，霸凌路人权益。不过粉丝认为机场也有工作人员，如果博主不愿意，那可以找工作人员协调。但博主对于谭健次以及其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十分不满，再度发起3连问，表示乘客放弃自己的权利给明星行方便，你们是否应该有正确的态度？你的工作人员是否应该主动上前征求一下我们其他6个乘客的意见？你工作室的人一句麻烦了、抱歉了都没有说，普通人尚且知道礼貌，你们工作室的不是普通人了吗？可以看出，博主对于自己被无端赶下车一事非常不满。最后，博主还提到，如果这一切都不是谭健次本意，那他就应该制止助理赶人。不过，随后谭健次大粉对这次事件也做出澄清，称经核实，谭健次及其工作人员一切都是服从机场方面安排，且机场方面能够给予相关证明。而这件事刚过去不久，谭健次再次陷入了另一风波中。10月16日是赵丽颖的生日，本应该是一片欢乐的情况，但谭健次的一句话就惹来了大家的公愤。谭健次和赵丽颖一同参加了一次活动，因为临近赵丽颖生日，所以主办方提前为赵丽颖订好了蛋糕，提前为她的生日送上了祝福。主办方的诚意很好，虽然是赵丽颖的主场，但也没有忘记谭健次。可以看到的是，在蛋糕上有2个小人，一个是赵丽颖在《御风行》中扮演的沈黎，一个是谭健次在《长相思》中扮演的九命相柳。在赵丽颖生日蛋糕中放上谭健次的角色人物，这个操作本身就很难理解。谭健次的发言更是引发了长相思书粉的不满。在送上祝福的时候，谭健次对赵丽颖说：“带着相柳的爱意，祝你生日快乐。”也正是这一番话语，谭健次被众多网友声讨，其中以书粉的怒意最盛，怒喊着让谭健次尊重纸片人，表示相柳的爱只属于小妖，不会为了讨好别人随随便便就把爱送出去。事实上，也不仅书粉有怒意，剧粉的心中也有那么几分不得劲。毕竟《长相思》还未播完，谭健次的这番发言就有了拆 CP 的嫌疑。在这样的愤怒下，有的网友直接发疯，发帖拆了所有的热门 CP， 主打的就是一个创飞所有人。虽然网友们对粉圈的代称不是完全了解，不知道其中一些代表的是哪些人，但可以看到的是，基本上所有热门 CP 都被拆干净了。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标题是事实，其他的都是该网友在反讽。所以如果是其他的 CP 粉，也不用着急，你们的 CP 在另一时空都还好好的。显然，看到网友拆了这么多 CP， 众多网友也被恶心的不行，都在喊话让网友删帖，收了这神通。真不得不说，磕 CP 就只磕角色就好，带入真人的话，伤心就总是难免的了。不过谭健次将相柳的爱意送出也确实是不恰当，算得上是严重的 OOC， 遭受非议也是正常。但他祝福赵丽颖的心却也是诚挚。事实上，这一争议突出了粉丝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粉丝们对他们最喜欢的偶像和角色有强烈的情感，他们经常愿意捍卫这些情感，以确保角色不会被亵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粉丝可能会过于情绪化，并对偶像的言行做出过度反应。只能说，希望内娱的明星在该利用自己的声望、影响力的时候多多发声，不要吝啬，带给社会正能量。在不该利用的时候，也应该低调做事，尤其是明星团队，一旦做事不恰当，受影响的还是艺人本人。希望贵圈明星能警醒，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